嗨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。最近白銀升勢未止喎，創下14年嚟嘅新高，但短期咧仍會波動嘅。以色列向伊朗發動襲擊，支持資金拍向黃金，但歷史信號同埋公眾嘅強烈關注表明，黃金回調可能即將發生，大家要綁好安全帶，密切注意未來3個禮拜黃金白銀嘅走勢。事不宜遲，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。以色列向伊朗發動襲擊，引起市場嘅動盪，資金咧拍入黃金等避險嘅資產，金價隔夜上漲至每盎司3445美元，創下近2個月前創下歷史新高以嚟咧最高嘅水平。道指跌超過700點，標指失守6000點，恐慌指數 VIX 急飆22%，見22點。直至6月7號各項指數嘅印記，美匯指數報98.15，道指報42197點，標指報5976點，納指報19406點，黃金報3433美元，白銀報36.36美元，鉑金報1238美元。佢哋分別自1月上升咗29%。26% 同埋38%。喺上個星期二，我做咗一輯名為2025半年白銀嘅回顧，片中我回顧過去半年白銀嘅走勢同埋分析。我將呢集嘅連結咧放喺圖中嘅右上角，未睇過嘅網友歡迎你去睇下。呢個星期白銀延續近幾日高位震盪格局，盤中一度回調36美元下方，隨後咧就重新回到36美元嘅上方整理。整體運作咧維持喺呢個禮拜高位附近咁橫行嘅。目前銀價咧距離呢個禮拜創下階段高位36.86美元僅一步之遙。白銀持續上漲勢頭，亦都促使我繼續關注呢個白銀。雖然短期嘅價格值得關注，但長期走勢咧更為重要。接住落嚟咧，我先用基本面角度，然後咧用技術分析講下白銀下半年嘅走勢。今日咧，我就同大家一齊分析下白銀究竟升完未？白銀咧正處於爆炸性走勢嘅邊緣，白銀突破咗36美元，標誌住咧佢所謂彈弓式走勢嘅開始。呢個係一種快速嘅潛在嘅指數級嘅反彈，可能喺不久將來咧迎來3位數字嘅白銀價格。雖然技術形態可以說明部分嘅原因，但真正讓這一刻如此引人注目嘅係經濟嘅背景。咁等我分析一下，為什麼呢次可能有所不同呢？以及為什麼白銀可能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閃耀。首先就技術觸發點，45年嘅杯柄形態突破，近期價格突破咗36美元，標誌住長達數十年罕有杯柄形態嘅完成。呢個係一種通常同強勁突破相關睇升技術嘅形態。從歷史上睇咧，每當呢種形態出現喺白銀圖表上咧，佢都預示着咧價格將大幅上漲嘅。但呢一次背景咧係唔同嘅，可以話係更加睇升添。現在嘅不同咧就係經濟混亂中完美嘅風暴。幾個關鍵嘅分歧，呢啲分歧咧使得當前環境更加動盪，並且對貴金屬咧更加有利添。另外，股市集中過度，美國股市日益失衡，7大科技巨頭支撐住主要嘅股指。從歷史上睇，呢種過度嘅集中咧，往往係咧先於市場嘅回調，促使投資者咧轉向黃金同埋白銀等更安全嘅避風港。另外咧，就住房同埋債務嘅泡沫，經通脹調整後嘅房價咧接近歷史嘅高位啦，而多戶嘅住宅同埋汽車貸款嘅拖欠率咧正在飆升，呢兩者都係系統性壓力嘅指標，而歷史咧亦都有相似之處。
我哋咧可能正在重溫2008年金融危機嘅動態，但起點咧要危險得多喎。另一問題就係債務螺旋同埋去美元化。美國聯邦債務空前增長嘅問題上咧，佢花咗200年嘅時間才達到12兆美元嘅，但喺2020年至2024年僅4年咧就增加咗12兆美元啦。我哋現在面臨嘅問題就係一，債務佔 GDP 比重達到121%，呢個只係發生喺二戰期間嘅水平嚟嘅。第二，淨利息支出不斷咁增加，目前已經接近 GDP 嘅5% 啦。第三，信用評級下調，穆迪等機構咧對美國財政軌跡咧發出警告喎。喺全球舞台上，中國同埋俄羅斯等國家咧正積極推動去美元化，加速購買黃金，並減少美國國債嘅購買。呢啲趨勢表明，人們對法定貨幣嘅長期穩定性咧日益懷疑，並開始尋求咧冇交易對手嘅風險嘅替代品，即係黃金同埋白銀。所有以上嘅基本因素咧，都表明市場失衡、財政不穩定、貨幣貶值以及投資者日益加劇嘅焦慮，正在咧匯聚喺一起。呢啲因素咧，正在為白銀嘅下一輪拋物線走勢咧積聚呢個壓力。隨着貨幣對白銀嘅需求不斷上升，以及機構投資者逐步意識到呢種貴金屬嘅價值，我哋咧正在見證一場傳奇性嘅反彈嘅早期階段。呢場嘅反彈咧可能會重新定義白銀喺金融體系中嘅作用。好啦，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俾個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，呢個係代表你對我嘅支持同埋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，多謝大家支持。從技術圖表而言咧，銀價喺6月開局良好嘅，銀價上漲並突破36美元嘅勢頭，始於呢個月第一個交易日，即6月2號，並持續至今。據分析日線圖咧，睇起嚟亦都不錯嘅。喺上個禮拜突破咗20日移動平均線，並突破50日移動平均線之後咧，高頻交易嘅演算法似乎正在買入白銀期貨，並推高呢個價格。但如果我哋想要見到白銀重回呢個40美元左右咧，並衝上歷史高位，就需要專注長期嘅圖表啦。呢啲長期嘅圖表能夠提供推動市場上漲所需睇漲嘅動力。因此，未來3個禮拜銀價嘅走勢，對於決定下半年嘅價格走勢咧，至關重要嘅。等我哋先從現貨白銀週線圖講起。上個禮拜五6月6號，白銀收35.98美元，創下咗2011年9月16號星期五以嚟咧最高嘅收盤價。呢個已經係14年前嘅事嚟嘅。坦白講，我唔知道咧究竟係讓我高興還是難過。呢個14年咧真係漫長嘅，不過大家要綁好安全帶，密切注意未來3個禮拜銀價嘅走勢，好可能咧將決定其2025年剩餘時間嘅走勢。經濟同埋地緣政治前景不明朗，避險資產咧需求蔓延至黃金以外嘅貴金屬，白銀創13年嚟嘅新高，推動金銀差跌穿100，鉑金同埋巴金咧亦掀起炒風。近日出現大牛市，基本因素包括印度對銀價同埋中國對鉑金需求提升。白銀同埋鉑金咧喺過去一段時間咧都係跑輸黃金嘅，而今年咧正面臨供應短缺，令金銀差逐步收窄至98。富爸爸窮爸爸作者羅伯特清崎乘勢呼籲買白銀。佢話要避開史上最大嘅經濟崩潰，揚言今年咧白銀可再倍升至每盎司70美元。白銀近日咧創出2012年以嚟嘅新高，禮拜五現貨收市價高見每盎司36.36美元，月初至今咧累升10.2%。鉑金嘅現貨價喺今個月咧亦都累升咗17.4%，都係遠遠跑贏呢個黃金喺呢個月1.5% 嘅升幅嘅。金價已經進入一輪異常上漲嘅行程，突破咗傳統技術面同埋周期性嘅模式，
主要係受到美元走弱。自1月以嚟咧，美匯指數已累積下跌多過10%，金價亦以前所未有地突破咗關鍵移動嘅平均線。儘管市場情緒依然睇升，但歷史信號同埋公眾強烈嘅關注表明，回調咧即將可能到嚟㗎啦。4月份金價兩個字咧喺 Google 搜尋嘅熱度咧創下歷史嘅新高，遠超2011年嘅高峰。從歷史上嚟睇咧，公眾關注度嘅激增，往往預示着金價將大幅回調。例如喺2020年3月出現類似飆升之後，金價喺接住落嚟幾個月咧就下跌咗20%。但請注意，呢項預期嘅回調咧尚未出現。星期五美匯指數跌至新低98，但係伊朗日益加劇嘅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能為其提供支撐嘅，並有助於穩定價格。一旦觸底嘅話咧，美元可能反彈至102至103區間，到時黃金咧亦會下跌嘅。儘管金價咧整體係上漲嘅，但尚未確定呢個走勢嘅。我越嚟越傾向於認為咧4月7號將創下週期中嘅低點，呢個意味住咧下一個重要底部可能要到8月才會出現。如果金價未能決定性收在4月高點$3500上方咧，回調嘅風險可能跌向$2800仍會存在嘅。未來幾個禮拜將決定貴金屬突破能否獲得動力或者最終衰退。儘管白銀同埋鉑金咧發出呢個睇升嘅信號，但黃金猶豫不決，增加咗最終回調嘅可能性。尤其是喺美元可能會反彈嘅情況下，華爾街係咁講嘅。現在咧最好就提早放長嘅暑假，等9月先至翻嚟。我直講經濟衰退、股災同埋滯脹咧，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。目前距離6月尾咧仲差2個星期。好老實講，幾乎可以肯定喺6月底前咧，股災同埋滯脹咧係唔會出現嘅。原因咧我唔想講，因為如果我講咧，大家會認為咧我係為自己誤判咧而辯護嘅。喺6月28號，我會利用 AI 找出今年股災可能發生嘅日期，到時我嘅結尾咧會改為經濟衰退、股災同埋滯脹最有可能喺2025年，呢個係 AI 預測某個時間發生嘅。我預計黃金、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，但黃金、白銀咧下跌只係短暫嘅，然後黃金、白銀進入大牛市，黃金會升至$4000，白銀亦會升至$100嘅。不過最後都係我講句，變幻才是永恆。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。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，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。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，請你訂閱，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。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，歡迎大家留言，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。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